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2025年的南海中国岛礁航拍，这里宽阔的混凝土跑道直刺海平面，巨大的雷达天线和通信塔林立其上，港池里停泊着灰白色的军舰，仿佛海上移动堡垒。中国在这些原本弹丸礁盘上填海造地，硬是堆出了可降落大型飞机的长达3公里跑道，还建起机库、导弹阵地，把曾经的礁石变成了不沉航母。在卫星照片上，这些人工岛礁如同一颗颗钢钉，钉入碧蓝海面。超级大国斥巨资打造海上长城，而在距离其中一座中国人工岛不过20海里的地方，却上演着截然相反的一幕。夕阳下，南海一片荒凉的浅滩旁，一艘锈迹斑斑的老旧军舰孤零零地斜躺在礁盘上。这艘破船名叫 BRP 谢拉马德雷号，曾是2战时期的坦克登陆舰，如今却成了一座奇葩前哨基地。不到10名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员长期驻扎在这艘破烂军舰的残骸中。2年前，在仁爱礁海域，一艘菲律宾小艇为这艘破烂老舰运送补给，中国海警随即以高压水炮拦阻，巨浪拍击着锈蚀的船壳，小艇上的菲律宾士兵竭力稳住船身，口出怒骂，对面中国海警冷眼以对。这起事件随即引发美国对中国的警告，并力挺菲律宾。一艘行将散架的旧船为何能牵动中美非三方的政治神经？答案需要从几十年前说起。南海顾名思义，位于中国南部的广袤海域。南海诸多岛礁按照地理位置分为4大板块：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其中有以西沙和南沙争议最为激烈。别看南海诸岛大多只是弹丸之地，浪尖礁岩却牵扯巨大的海洋权益。每占领一个岛礁，就可能为占有国兑换出周围数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目前6方势力在南海群岛犬牙交错，各执一词。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皆声称拥有部分岛礁主权。西沙群岛如今已被中国实际控制，后面我们会讲1974年中国从南越手里抢走西沙的惨烈经过。而南沙群岛则是名副其实的乱，越南实际控制约29个岛礁，为数量之最。菲律宾守着9个，包括前文那艘搁浅军舰所在的仁爱礁。马来西亚占据5个。曾经他们还在小小海礁上搞起了旅游度假村，宣示主权。台湾经营着南沙面积最大的太平岛1个。文莱也声称拥有南沙最南端的一些礁盘，但从未派兵驻守过。中国大陆则自1988年起在南沙插上红旗，先后登上7个礁盘。南沙群岛仿佛一块被6国插满小旗的碎拼图，谁都不服谁，场面极其混乱。更增添迷雾的是，北京地图上还画着一条覆盖整个南海的断续线，将绝大部分海域划入囊中。这条线便是大名鼎鼎的九段线，又叫牛舌线，因为形状像一条从中国南方探出的长舌头，把南海90%面积卷入口中。九段线的来历可追溯到1947年，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绘制的南海诸岛位置图上首次出现了11段断续线，涵盖几乎整个南海海域。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为了照顾越南这个同志家兄弟，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主动删去了北部湾海域的2段断续线，变成如今 U 型的9段线。毛泽东想给胡志明卖个人情，让出北部湾的一角海域供越南日后取用。丫头，来，嘴一个。外卖放门口。赵司长，是我，狗剩，我回来了。狗剩，你咋回来了？最近做的节目，总书记又不满意了呗。来，坚哥，给你带了点日本特产。嗨，咱都自己人，你看你来就来，还拿东西，快进来。哎，对了，王局咋没回来？王局最近和台湾领导有点事得解决一下，他偷渡到台湾给领导送礼去了。行吧，走吧，刚回来咱接着钓鱼去吧。好几个星期没人陪我钓鱼了。不好吧，司长，我刚回来就让我开船去钓鱼。嗨，没事，这海边这地方你坚哥我说了算，你放心开，多往外海走走，那边鱼多。我去打个电话，开个会啊。喂，丫头，想我了吧？嘿嘿嘿。狗剩，我打了多长时间电话啊？就5、6个小时吧。快看，赵司长，前面有个破船哎，上面有人和我们招手，你出去看一下呗。那是啥玩意儿啊？看不清啊！报告，又发现疑似非方补给船只了。开火啊，不，开水！让我们把时钟拨回2战前后，
彼时的南海岛礁还是大国角力边缘的边角料，没有什么国家把这些岛当领土。早在19世纪末，英国探险家就曾登上一些南沙礁盘，象征性插旗留念，但随后兴趣缺缺。真正的大幕在20世纪30年代拉开，日本趁法国自顾不暇之机，大举进犯南洋。1933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抢先宣布占领南沙群岛中9个主要岛礁，想把它们纳入法属殖民版图。1938年，日本更是一脚踢开法国人，占据了西沙群岛和南沙部分岛礁，把南沙划归当时日本治理下的台湾管辖，企图以这些小岛为跳板，威胁英属马来西亚和美属菲律宾。这可以说是南海岛礁首次真正卷入国际冲突。1945年，日本战败撤出南海，然而战后安排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悬念：这些岛礁由谁接管？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只规定日本放弃对西沙、南沙等群岛的一切权利，却并未明确归属哪国，相当于留下一个真空地带。作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虽然未受邀参加旧金山和会，但也不准备放过这份遗产。1946年底，国民党政府派遣4艘军舰南下，接收西沙和南沙部分岛礁。在南沙最大的太平岛和西沙永兴岛分别升起了青天白日旗，这是中国人首次以实际行动宣示南海主权。国民党海军甚至派人在太平岛上立碑驻守。然而好景不长，内战败局已定，国民党自身难保。1949年前后，国民党海军无力南顾，太平岛上的守军因为补给中断被迫撤离，南沙再度陷入无人看管的境地。虽然中华民国地图上仍绘着那11段断续线，但现实中已无一兵一卒驻守。于是1950年代的南沙群岛俨然成了一块四处飘香的无主蛋糕，周边各方都在暗中打量，琢磨何时下嘴。机会说来就来，1956年，一场闹剧登场了。一位菲律宾探险家兼商人托马斯·克洛马带着弟弟和一票船员跑到南沙群岛上，演了出自封国王的戏码。他宣布发现了一系列无人岛礁，给他们取名叫自由地带，扬言成立独立政权，自任总统。克洛马洋洋得意地给菲律宾政府上书报告，鼓吹南沙这些岛屿无人管辖，应归菲律宾版图，顿时一时激起千层浪。远在台北的中华民国当局听闻此事，大为紧张，连忙于1956年再次派遣海军登上太平岛驻军，从此牢牢守住此岛。南越政权也风闻而动，立即派军舰抢占了南沙原先无人驻守的6个礁盘，并于1957年公开声称对整个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克洛马无意间点燃了冷战时期南沙新一轮群雄逐鹿的导火索。后来菲律宾独裁者马克思也顺水推舟，1978年颁布总统令，将克洛马所谓自由地带正式划入菲律宾版图，并陆续占领了大部分相关岛礁。至于可怜的克洛马，本想当开国元首，结果却在马克思高压统治下锒铛入狱。1974年被迫公开放弃他那张白日梦般的自由地带地图的所有权，将其所谓主权移交给菲律宾政府。二战后至冷战中期，南海岛礁控制权如走马灯般易主，谁拳头硬谁就上，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50年代中期，法国黯然撤出印度支那，中国趁势于1956年进驻西沙东部永兴岛等主要岛礁，南越则占据西沙西部永乐环礁的一部分，双方在西沙南北对峙。那时北越尚未占领南方，为了讨好中国的援助，甚至干了一件令他们后来悔青肠子的事。1958年，北越总理范文同致信周恩来，表示尊重中国划定的领海范围，其中默认承认了中国对西沙、南沙的主权要求。当时北越为求中国援助抗美，可谓逆来顺受，只能附和北京的海洋主张。多年后，每当中越在南海吵得不可开交时，北京总要挥舞这封信当作铁证，让河内哑口无言。如今这封信已成为南海外交口水战中的固定桥段。再看南沙方面，60年代中后期更是群雄并立，台湾继续守着太平岛，南越牢控7、8个岛礁，菲律宾则在自由地带闹剧后开始明里暗里的吞占岛礁。马来西亚对靠近婆罗洲的南沙南端几个礁盘也是垂涎3尺，虎视眈眈。而中国大陆彼时海军羸弱，百废待兴，对千里之外的南沙小岛一度采取搁置政策。毛泽东甚至放话，那几块石头我们暂时管不了，留给下一代解决。50、60年代，北京的战略重心在陆地边界和台海，对遥远的南沙并不太在乎。南海这片沉睡的碧波很快被资源的腥味唤醒。1960年代末，地质学调查报告称南沙海域可能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这消息让周边国家两眼放光。尤其1973年全球石油危机爆发后，石油身价暴涨为工业的血液，各国恨不得马上把南海当自家油田开采。菲律宾在1970年前后就曾联手西方公司在里约滩偷钻探石油，结果消息走漏，引发中国和南越的强烈抗议，三方一度剑拔弩张，险些擦枪走火。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更彻底改变了游戏规则。公约赋予沿海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顷刻间，原本不毛之地的荒郊，仿佛变成海洋权利兑换券。即便一块退潮才露头的小礁石，只要实际站住，周边大片海域的渔业、油气、资源、权益就仿佛有了着落。自此之后，南海之争进入快车道，谁动作慢，谁就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资源的诱惑加上法律的变革，如同双重催化剂，加速了各方在南海跑马圈地。70年代后期开始，南海博弈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曾和中国并肩抗法抗美的同志变成拔刀相向的对手，新的力量此消彼长。时间来到1973年末，美国从越南黯然撤军，南越失去了美军庇护，北越则磨刀霍霍准备南下统一。北京高层敏锐地感觉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战略真空出现了。尽管老毛快挂了，但中国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完成一些未竟的目标。1974年1月，南越当局派武装人员登上西沙永乐环礁的珊瑚岛，驱赶在那儿作业的中国渔民。北京闻讯后抓住这一借口，果断下令发起西沙海战。其实战前，西沙早处于中越分据局面，中国控制东部的宣德群岛、永兴岛，南越据守西部的永乐群岛，双方已多年相安无事。但风声鹤唳的南越看中国渔船和民兵最近频繁出现在永乐环礁一带，以为解放军要动手，便先派海军舰艇前来驱逐中方船只。这一步正中北京下怀，你动手，正好我也动手。1974年1月19日拂晓，解放军南海舰队4艘护卫舰在永乐环礁海域与南越海军3艘战舰遭遇，炮战骤然爆发。双方舰艇吨位和火力本来相当，但仅数小时激战，南越2舰一个被击沉，一个被重创，落荒而逃。中国取得完胜，也让新中国的版图凭空多了一串南海岛礁。但这场胜利在当时并未引发世界舆论太多关注。彼时全球聚焦于中东战争、美苏对峙，西沙冲突不过远东小规模摩擦。然而对中国而言意义非凡，这是解放军海军首次在境外赢得海战，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武力扩张领土的一次典型战例。要知道，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虽在朝鲜半岛、中印边境、珍宝岛、中越边境等地都打过仗，但很少有实际扩地斩获。而在西沙，中国逮住南越这个软柿子，狠狠捏了一把，不仅报了当年法国人和国民党插手南海的一箭之仇，也为日后南下插足南沙开了先例。可以说，西沙海战就是中国南海战略从观望防御转向主动进取的转折点。社会主义中国痛击资本主义南越，而共产主义的北越在一旁乐见其成，捍卫领土主权的民族大义在眼前的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战后，北京迅速巩固对西沙群岛的控制。1975年初，北越攻占西贡，实现南北越统一。新生的越南政府当然不承认中国对西沙的占领合法，却也无力改变既成事实。倒是北越自己趁南越政权垮台之机，将南越原先在南沙占据的岛礁全部接收，并进一步抢占了更多此前无人驻守的礁盘。到1975年底，越南实际控制了南沙约20多个岛礁，一跃成为占据南沙岛礁最多的一方。这对中国来说无疑形成了新的压力。西沙夺回来了，南沙怎么办？毛泽东逝世后继任的邓小平很快将战略目光投向了更南端、更棘手的那盘棋局。70年代末，随着越南完成统一，南海形势巨变，曾和中国共赴国难的同志兄弟反目成仇。那时越南倒向苏联，成了莫斯科在东南亚的小兄弟。同时，越南与中国围绕西沙归属和中越陆地边界局域不断，昔日意识形态盟友的塑料友情被赤裸裸的地缘利益冲刷殆尽。1979年初，中越爆发边境战争，结下血仇。而在前几年，越南已经抢先在南沙大举扩张，继承了南越的遗产后，他们又占据了更多无人礁盘。到1978年前后，共控制将近30处，并在岛礁上驻军设防。越南的胃口之大，让菲律宾如坐针毡。1978年，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发布总统令，正式将前文提到克洛马宣称的那些南沙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并实际控制了其中8至9个岛礁。菲律宾插旗，越南岂甘示弱，立刻进一步增兵南沙，扩占据点，以免在竞赛中落后。同一时期，马来西亚也在暗度陈仓，他们盯上了靠近婆罗洲的南沙最南端5个无人礁盘。1978年前后，偷偷登岛插旗，其中在弹丸礁上甚至修建了一个迷你度假村，搞起观光度假来宣示主权。就这样，1980年代初的南沙已形成割据的局面，越南占岛最多，菲律宾次之，马来西亚也有几处据点，台湾守着太平岛，中国大陆则一座礁盘尚未染指，文莱则连露面都没露。对于坚信一个都不能少的北京来说，这局面当然难以接受。但问题是，
如何打破僵局，扭转劣势？北京选择了一条四两拨千斤的策略，避实击虚，后发先至。既然对手已经站住的岛礁硬抢不明智，那等同于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开战，引发大乱。那么不妨专挑那些尚无人据守的无主之地下手。80年代中期，天赐良机真的出现了。当时苏联日薄西山，逐步缩减对越南的军事援助。1986年起，苏军开始撤出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越南失去强援，国内又因连年战争和经济困顿焦头烂额，已无力处处出击。与此同时，1986年菲律宾爆发人民力量革命，马克思政权垮台，新政府百废待兴，无暇南顾。霎时间，中国的2个主要竞争对手都自顾不暇，而此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推动下国力见长。邓小平蓄谋已久，准备在南海方向做点事，机会终于来了。1987年，中国抓住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当幌子，悄然向南沙伸出一只探路的脚。当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全球海平面观测计划，邀请各国在远洋建设海洋观测站。中国主动请缨，提议在南沙永暑礁建立海洋气象观测站。永暑礁当时是南沙北部一座无人驻守的大型暗礁，紧挨着越南控制区。让人费解的是，中国的提议居然顺利通过了。1987年底，中国考察船抵达永暑礁，开始兴建所谓海洋观测站，越南这才如梦初醒。北京这哪是搞科研，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河内大为紧张，连忙紧急出招，火速派兵占领永暑礁周边几个原本无人问津的礁盘，试图对永暑礁形成包围之势。霎时间，南沙上空战云密布，中越双方展开抢礁卡位的紧张对峙。2个社会主义兄弟为了几块珊瑚礁明争暗斗，各自还摆出冠冕堂皇的借口。一方说我在搞科学研究，另一方则称我要防止你扩张。冲突的焦点最终落在一个不起眼的小礁盘赤瓜礁。1988年3月14日清晨，一队越南工程兵抢先登上赤瓜礁，在礁盘上匆忙插起一面越南国旗，高呼主权口号。同一时刻，中国海军531号护卫舰等3艘舰艇也赶到附近，用高音喇叭对礁盘喊话，勒令越方撤离。越南士兵摆出一副誓死不退的架势。据幸存的越方官兵回忆，他们大多是没带武器的工兵，只能手挽手围成一圈护着国旗，与中方对峙。中方见喊话无效，当即开火，顿时近距离炮弹如雨点般倾泻到礁盘上，毫无遮蔽的越军被当场击倒一片。整个交火不到半小时，以中国的完胜告终，越军64人阵亡，9人落水被俘，中方则几乎零伤亡。此战史称314赤瓜礁海战。对越南来说，这是一场屈辱惨痛的败仗；对中国而言，则是继西沙之后又一次武力夺岛的大捷，被官方定调为南沙自卫反击战。5星红旗第一次在南沙群岛的礁盘上升起，实现了大陆政权南沙据点零的突破。北京军方士气大振，全国一片欢腾。这一年是1988年，战斗尘埃落定后，中国马不停蹄地巩固战果。在接下来的数月内，解放军海军又先后进驻了南沙另外5个当时无人驻守的礁盘，包括此前借气象站之名进占的永暑礁，以及华阳礁、东门礁、南薰礁和主壁礁，加上赤瓜礁，中国新占据了6处礁盘。据当年参战老兵回忆，他们就是在这些浪涛中的小礁盘上搭起高脚屋，架设机枪，风餐露宿，日夜固守。正是依托这些80年代末建立的简易礁堡据点，北京多年后才能大搞填海造岛，把零碎礁盘变成今天那样的巨型人工岛。可以说，1988年这一系列夺礁行动为中国在南沙布局了第一代战略支点。不过，这场胜利也埋下隐患，它使昔日统治越南彻底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越南将1988年的惨败称为长沙海战，视作奇耻大辱。由于当年河内政府顾及对华关系，对这次失败一直讳莫如深，许多阵亡官兵家属都不知道亲人葬身何处。越南历史教科书甚至只字不提此事，但民间记忆并未泯灭。每年3月14日都有老兵和家属自发祭奠当年的阵亡将士，批评政府当年对中国软弱可欺。直到近10余年，河内官方才开始低调承认这些南沙烈士，为他们正名。中国方面则长期对这场冲突低调处理，没有像对越自卫反击战那样高调宣扬。然而互联网时代让真相无所遁形，一段当年中国海军拍摄的实战录像在网上流传，画面中赤瓜礁浅滩上，一群越军士兵手挽手围成圆圈，高喊口号。片刻后枪声大作，人群顷刻倒下。这一幕激起双方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打了！中国网友谈冠相庆，我海军雄风犹在；越南网友悲愤控诉，侵略者凶残成性，为了弹丸礁滩竟搭上数十条人命，南海争夺之惨烈可见一斑。
1988年之后，南沙格局重新洗牌，中国大陆正式挤进了南沙实际控制者俱乐部，在7处礁盘上升起了红旗。越南虽遭重创，但仍控制着数量最多的岛礁。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则继续各守其地，隔岸观火。此时，美苏等大国在南海均未直接介入，美国忙于冷战收官，不愿趟浑水。苏联都快没了，更不可能为越南再得罪中国。南海进入表面平静的几年，各方都在养伤整军，没有再爆发正面武装冲突。但平静海面下暗流涌动，中国尝到甜头后，并未停下脚步，只是换了一种更隐蔽柔和的方式，继续推进南海棋局。进入90年代，国际形势巨变，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冷战的结束让东南亚各国暂时松了口气，却也带来新焦虑。美苏走了，万一地区大国搞事谁来管？为防局势失控，东盟国家试图通过多边机制约束各方在南海的行为。1992年，东盟通过了南海宣言，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的行动。然而就在同一年，中国干了2件令东盟目瞪口呆的事。其一，全国人大通过了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将包括南沙、西沙在内的南海诸岛列为中国领土。其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一家美国小公司克雷斯通能源公司签署合同，授予后者在南沙万安滩海域勘探石油的权利。要知道，这片油气区紧贴越南南部海岸，越南早就划作自家专属经济区，并交给本国石油公司勘探。消息一出，河内群情激愤，指责中国违背了不使争议复杂化的承诺。但苏联已经灰飞烟灭，越南失去靠山，对中国也只能口头抗议几句。北京不为所动，反倒进一步加强了南沙各新据点的工事建设，还定期派海军军舰和渔政船去争议海域巡航，与越南海军数次对峙。可见90年代中越在南沙的角力更多是在外交和小规模海上对抗层面拉锯，并未在爆发流血冲突。北京则是先用法律和合同划定底线，再以执法船巡航去确认所属权，表现出新形势下更加老谋深算的一面，不轻易开第一枪，但不断制造既成事实。不过，比起中越之间的暗战，中非之间很快爆发了一场更加戏剧性的摩擦，这就是1995年的美济礁事件。美济礁位于南沙群岛东北角，距离菲律宾巴拉望岛不到135海里，却离中国海南岛有600多海里。长期以来，菲律宾都视它为自家后院，但美济礁平时大部分淹没在水下，只有退潮时露出礁石，不适合人长期居住，所以菲军并未派兵驻守，这就给了中国可乘之机。1994年底开始，中国大批渔船和工程船频繁现身美济礁海域，还神神秘秘地搭建了几座八角形木结构高脚屋。1995年2月，一艘菲律宾渔船途经美济礁，发现这些新建筑，上报给了海军。菲律宾海军派巡逻艇一看，傻眼了，礁盘上居然插着一面5星红旗，矗立着几座木屋，屋顶还装有通信天线。马尼拉顿时炸锅，中国人在我家后院盖房子了！菲律宾政府紧急召回北京，提出强烈抗议。中国外交部不慌不忙地回应说，这些只是为了渔民避风用的临时避险鱼棚，主要供渔民躲避风浪。这般一本正经的说辞，听得旁人直翻白眼。木屋顶都安卫星天线了，这鱼棚怕不是007的秘密基地吧？东南亚各国和国际舆论哗然一片，纷纷谴责中国此举是公然的狡辩与扩张。菲律宾国内更是群情激愤，叫嚣要跟中国不死不休。有人还搬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试图拉美国下水干预。然而尴尬的是，美军1992年才刚关闭在菲基地，哪肯这么快跑回来替菲律宾管着弹丸礁？更何况美菲防御条约未必涵盖这类偏远礁盘，美国乐得坐山观虎斗，只发表套话敦促双方和平对话解决。你们把赵司长射水里是不想活了？我们可是上面有人，船都让你们拿水枪冲翻了，幸亏我爬上来的快，要不就让你们跑了。等我把赵司长捞起来，就给王局打电话，你们都得完蛋。王局是谁呀？是不是前2天被台湾说不是狗是猫的那个？总书记说他已经叛国了，前2天给台湾表忠心，书记很生气，最近找人要做掉他呢。我看见丫头了，人都快嘎了，都看见走马灯了，看啥？赶紧救人啊！你们能不能干点正事啊？确实得干正事了，你去给旗子插上，等等给北京打电话，说在南海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无人岛礁。明白，这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国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我这是不是立功了？是不是就能回去了？嘿嘿嘿，走吧，我们回北京汇报吧。见美国不愿出头，菲律宾只好自食其力。1995年3月，菲律宾空军出动几架老旧战机，飞临美济礁上空投弹。或许是不愿与中国彻底撕破脸，或许是技术所限，炸弹只在礁盘附近海面炸起几朵水花，
几座小木屋反而毫发无损。此后，中国迅速对美济礁上的建筑进行修复加固，并派军舰和渔船在附近不时巡弋守卫。美济礁事件令中非关系一夜跌至冰点，也震动了整个东盟。1995年，东盟各国史无前例的联合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并加紧推动与中国磋商南海各方行为准则。中国一方面嘴上重申美济礁自古属于中国，另一方面在外交场合安抚东盟，表示愿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或许是压力使然，1995年底，中国和东盟发表联合声明，承诺各方将保持克制，不使争议复杂化。话虽如此，纸上的克制是一回事，各干各的又是另一回事。中国并没有因此撤出美济礁，反而在接下来几年里牢牢控制该礁，不断升级建设，把原本简陋的木棚换成了钢筋水泥碉堡。而菲律宾对中国束手无策，只好剑走偏锋，放出一招自残式占领的奇策。1999年，菲律宾海军故意将一艘老旧的二战登陆舰谢拉马德雷号直接开上南沙仁爱礁，让整艘军舰搁浅在那里。接着又派出一小队士兵长期驻守这艘倾斜锈烂的破船，并定期用渔船偷偷运去补给。如此一来，即便中国海警舰船在周围巡游监视，也不便贸然登船驱赶，因为军舰属于菲律宾领土延伸，你动它就等于对菲律宾领土开战。中国每次抗议要求拖走该船，菲律宾就装聋作哑，哎呀，不小心搁浅了，拖不动啊。结果这一拖就是20多年，直到今天，那艘桅杆折断、船体锈穿的老军舰仍横卧在仁爱礁浅滩，菲国士兵依然轮班据守。不得不佩服，弱国求生有妙计，正面打不过，那就来非常规的，以一艘烂船换来一个据点。面对这样打不得拖不走的钉子户，中国也一时间无计可施，只能派海警和民兵船日夜围堵监视，企图困死这艘水上钉子户。中国海警多次动用水炮驱赶菲律宾运补船，试图切断补给。比如前面说的2023年8月，中国海警就曾发射强力水柱阻挠菲方船只接近，打坏了飞船的甲板设备，还有人员受伤。这件事发生后，引发国际社会不满，美国、日本、欧洲都站在菲律宾这边。马尼拉当局咬紧牙关，誓言绝不放弃仁爱礁。时至今日，这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仍在继续。菲律宾士兵在摇摇欲坠的破舰上苦苦坚守，中国海警船则昼夜巡弋，令菲方补给如走钢丝般惊险。总的来说，经过90年代这一系列明争暗斗，中国大陆逐步在南海关键岛礁上建立了实际控制，并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不断扩大影响力。90年代的南海竞争进入了一个灰色地带博弈的新阶段。回顾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南海岛礁争夺史，我们不难发现一条清晰的线。每当地区出现大国力量真空时，中国往往果断出手，在南海方向前进一步。1970年代初，美国从越南和菲律宾撤军，北京趁势拿下西沙。1980年代末，苏联撤出越南，中国进军南沙。1990年代初，美国关闭菲律宾基地，中国插足美济礁。中国总是趁域外强权退出之机，填补南海权力真空，祖宗海疆寸土必争。除了对时机的精准把握，中国在手段运用上的巧妙也令人叹服。北京并非每次都明火执仗地派海军开战，更多时候是综合运用外交谈判、法律宣示、经济渗透和灰色地带行动，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从90年代起，中国愈发偏好避免直接炮火冲突，而是多使用半军事、半民事的灰色战术。南海俨然是一座国际政治的大熔炉，各国在这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讲道理谁不会讲，但这里没有纯粹的道德评判，人人都自认有理。实际上比拼的还是拳头硬不硬，手段高不高。说到这里，本集也该收尾了，让我们把镜头拉远，回顾1990年代末南海的全貌。经过半个世纪的沉浮较量，中国大陆终于在南沙站稳了脚跟，摆脱了当年零据点的窘境，在7座礁盘升起了红旗。但是距离北京宣称的9段线内一个不少的终极目标仍相去甚远。越南依然控制着最多的岛礁，菲律宾据守着几个关键据点，马来西亚和台湾各安一隅，文莱隔岸观火，局势呈现着对峙之势，谁也没法彻底吃掉谁。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暴涨，这场岛礁争夺战又将迎来巨舰与人工岛粉墨登场的新篇章，那就是下集的故事了。在这一集里，我们看到20世纪的南海争夺史如同一部群雄逐鹿的历史大片，有炮火连天的正面厮杀，也有尔虞我诈的暗战博弈，甚至不乏匪夷所思的奇闻异事。它是大国兴衰的缩影，也是弱国求存的写真。在这波云诡谲的历史洪流中，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更多暗战秘辛，且听下回分解。